大战前夜，美军全球调兵，伊朗成真正焦点。斯瓦托告急，乌军南北夹击，俄军防线全面承压。欧盟按下加速键，芬兰暗中军援9000万。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最近几天，一连串看似零散，实则高度关联的军事与政治动向，正在把中东乃至更大的地缘棋局悄悄推向一个危险的临界点。首先引发外界震动的是，美国海军已将2艘主力两栖攻击舰艾沃吉马号和圣安东尼奥号部署至古巴以北近海。这并非例行巡逻，而是具备快速投送海军陆战队重型装备和航空力量的真正力量投射平台。军事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当两栖打击群被悄然摆放到如此敏感的位置，往往只有一个含义：华盛顿正在为多种可能的行动提前预留选项，没有声明，没有发布会，只有棋子先行到位。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重大决策往往就是在这种静默部署之后出现。与此同时，中东方向的紧张程度正在同步攀升。过去48小时内，社交媒体与开源情报圈传出消息称，至少14架中国货机降落在伊朗境内，有人猜测可能涉及高端军事物资转运。尽管这一说法尚未获得官方证实，但已经足以在华盛顿与特拉维夫引发警惕。以色列第12频道随即披露，美国高级官员私下判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几乎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而以色列军方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准备应对一旦美方动手后伊朗可能展开的报复行动。在军事层面，美军的动作也越来越具体。据多家美媒披露，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预计将在大约1周内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按照惯例，一旦航母打击群完成部署并建立起稳定的后勤保障体系，就意味着其已具备执行大规模空袭或其他作战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尚未获得官方证实的消息还显示，乔治·布希号航母也可能被调往中东。该舰已于1月13日离开诺福克母港，但美国海军与中央司令部对此一律拒绝置评。不仅是海上力量，中东空域的活动同样明显升温。开源飞行数据追踪显示，10多架美军运输机正持续飞往中东，欧洲盟国也开始同步行动。至少4架英国皇家空军台风战斗机，1架 KC-2 旅行者空中加油机疑似正前往巴林，同时1架英军 MQ-9B 无人机被发现出现在约旦上空。法国与德国也被指正在向该地区派遣空中力量，尽管柏林和巴黎均保持沉默，但这种集体不回应本身就释放出耐人寻味的信号。政治层面同样充满矛盾与张力。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公开表示，他已说服自己暂时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表面上看似为局势踩下刹车。但 Axios 和《华尔街日报》同时披露，这更像是一次战术性延缓，而非战略转向。白宫顾问团队评估认为，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不仅难以实现伊朗政权更替，反而可能点燃整个地区的连锁冲突，因此建议继续观察伊朗国内局势的变化。一名曾担任美军高层职务的退役军官直言，如果美国最终决定动手，这将不会是一次有限打击，而是一场规模前所未见、需要长期兵力部署与持续补给的系统性作战，强度将远超美军近年任何一次军事行动。而伊朗方面也在释放出相互矛盾的信号。一方面，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沙姆哈尼公开表示，伊朗愿意与特朗普政府签署协议，承诺永不制造核武器、销毁高浓缩铀、接受国际核查，以换取立即解除全部制裁。但另一方面，哈梅内伊本人又发表强硬讲话，首次承认抗议中有数千人死亡，并将责任直接推给美国，称这是白宫策动的阴谋。伊朗外长阿拉奇则迅速降温，称死亡人数仅为数百人，否认数千人的说法，显示伊朗高层内部口径并不统一。更复杂的是，美国近期还对伊朗核计划相关人员与企业追加制裁，并且特朗普本人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暗示伊朗应寻找新的领导层，甚至影射哈梅内伊下台。
这些政治语言与军事部署形成了鲜明反差，嘴上说克制，身体却在不断前倾。当美军舰艇在加勒比海悄然就位，航母向中东集结，盟友同步升温，伊朗释放谈判信号却又强硬回击时，一个现实正在逐渐清晰，真正的决定尚未公布，但所有棋子几乎已经摆上了棋盘。接下来是继续施压，逼迫让步，还是某个意外事件点燃导火索？全世界都在屏住呼吸，等待答案。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东军事局势的同时，一份最新曝光的调查报告正在把外界的目光重新拉回伊朗国内。这份报告的内容用令人震惊来形容，毫不夸张。多方医学证据显示，伊朗政权在持续数周的反政府抗议中，实施了极端残酷的镇压行动，造成的人员伤亡规模可能远远超出此前外界的认知。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这是一份来自伊朗一线医生的内部报告，数据来源包括8家主要医院和16个急诊部门。报告显示，在本轮镇压中，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6500人，甚至接近18000人，而受伤人数介于33万到36万之间。这一数字与人权组织此前核实的约3100人死亡相比，存在巨大落差，也因此在国际社会引发强烈震动。更令人不安的是，报告指出，大多数死伤者年龄在30岁以下，其中包括儿童和孕妇。伊朗裔德国眼科医生帕拉斯特教授代表德黑兰数十名医务人员向媒体证实，这次镇压的暴力程度前所未有。他表示，2022年的镇压中，安全部队主要使用橡皮子弹和霰弹枪，而这一次，医生们看到的却是明显来自军用级武器造成的致命伤。他强调，自己与多位经历过战争的外科医生交谈过，许多人在描述伤情时情绪失控，甚至落泪，因为他们从未在城市抗议中见过如此规模、如此密集的伤亡。报告还指出，至少有上千人因此失明。德黑兰一家大型医院通报，单是眼部严重受伤的病例就多达7000人。一名眼科医生坦言，伤者数量之多，已远远超出医院的应对能力。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先救谁。这场抗议始于去年12月28日，最初是因经济崩溃、物价失控和失业问题引发，很快却蔓延至伊朗全部31个省份，并迅速演变为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对伊朗神权统治最严峻的一次全国性挑战。面对失控的局势，伊朗当局动用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其下属的巴斯基民兵组织，采取压倒性武力进行镇压。随着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当局于1月8日实施了几乎全面的网络封锁，伊朗陷入长达8天以上的信息黑暗期。外界普遍认为，此举并非单纯的安全措施，而是为了阻断影像与证据外流，掩盖镇压的真实规模。帕拉斯特教授直言，这是在数字黑暗的掩护下发生的人道灾难。尽管信息被严密封锁，仍有零星画面和证词流出。有停尸设施在短时间内被大量遗体挤满，家属在威胁与监控之下四处寻找失踪的亲人。一名成功逃离伊朗的人士向媒体透露，安全部队在某些地区采取无差别射击，并且刻意瞄准要害部位，制造最大程度的震慑效果。更令人愤怒的是，有媒体援引医务人员说法称，不少伤者并非当场死亡，而是因为严重失血，本可获救，却在关键时刻被安全部队阻止输血或延误救治，最终不治身亡。当我们把这些线索重新拼合在一起，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画面正在浮现：伊朗政权真正面临的最大威胁，早已不在国境之外，而是在国内持续崩裂的社会结构之中。军警与革命卫队可以暂时控制街道，却无法长期压制一个全面失去希望的年轻世代。网络可以被切断，信息可以被封锁，但恐惧一旦失效，统治本身就开始松动。伊朗的未来已经不再掌握在口号和武力之中，而取决于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当一个政权必须对自己的人民持续开火，才能继续存在，它本身就已经站在了历史的终点线上。从北线到东线，乌克兰战场正在出现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整体态势变化。当前，乌军正从2个方向同时向斯瓦托施压，一支部队自库皮扬斯克南下，
另一支则从利曼方向北上，目标高度一致，直指斯瓦托。这座城市在2022年曾是乌军未能啃下的硬骨头，但一旦此次成功推进到城下，斯瓦托极有可能被重新收复。作为卢甘斯克地区的战略重镇，这一节点一旦失守，将对俄军在整个北顿巴斯方向造成连锁冲击，甚至重演当年19姆式的体系性溃败。在库皮扬斯克方向，战场形态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此前在该区域对乌军形成威胁的俄军主力基本已被削弱殆尽，残余力量零散分布在城区内部，以躲藏和游击为主。乌军目前采取的是稳定推进、系统清剿的方式，逐步扫荡这些失去组织能力的零星部队，整体节奏并不急躁，但控制力正在持续扩大。视线转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这里依旧是当前东线最激烈也最复杂的战区之一。经过多轮血战，乌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局势仍高度焦灼。在罗登斯克一线，俄军步兵正沿既定路线持续发动攻击，试图撕开防线。不过，目前双方仍处于拉锯状态，战果并不明朗。与此同时，俄军渗透分子被发现在罗登斯克西北方向沿铁路线活动，并接近泽波罗日斯卡矿场区域，这一动向值得高度关注。这类渗透行动往往不是单纯的骚扰，更可能承担侦察、破坏后勤或为后续进攻制造突破口的任务。总体来看，尽管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投入了大量兵力和资源，但始终无法突破乌军防线。这也印证了此前的判断，至少在中短期内，俄罗斯很难在这一战区实现决定性突破。此前，俄方试图通过拿下波克罗夫斯克和库皮扬斯克，向西方尤其是美国释放一种胜利不可避免的政治信号，迫使乌克兰在谈判中接受不利条件。但现实战场正在逐步瓦解这一叙事，战争的走向并不取决于宣传，而取决于体系、补给、兵员与指挥能力的综合表现。目前，乌军仍牢牢控制着米尔诺赫拉德周边多个关键节点，包括3座主要矿渣山以及 O0525 公路、T0515 公路和通往赫里西内的简易公路。这些控制点构成了区域防御与机动反击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俄军已渗透至格里申，正加紧对米尔诺赫拉德的进攻。乌克兰第7军警告称，俄军正在集结兵力，试图切断乌军后勤线并深入城镇内部。第79旅发言人皮萨连科证实，俄军目前正以协调方式，从4个方向同时对米尔诺赫拉德施压，企图制造包围态势。南线方面，胡里亚波尔方向的战斗异常激烈。俄军不断投入新兵力，发动一波又一波进攻，试图消耗乌军防御能力，而乌军则依托工事、据点与纵深防御顽强阻击，双方损耗持续上升，但防线仍未被突破。苏梅方向，俄军继续进攻，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战线基本保持稳定。在更广范围内，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斗仍在延烧。俄军持续向北部及米尔诺赫拉德、格里申、罗登斯克推进，但推进速度有限。乌军同时向斯维特莱西北部，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以东地区展开行动，双方激战仍在持续。扎波罗热方向，俄军以小股步兵对胡里亚波列及扎波罗热西部发动进攻，但均告失败。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乌军发起反击并向普列德切涅推进，迫使俄军后撤。随后，俄方开始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发动更大规模行动。北线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继续向斯捷波娃新谢利夫卡推进，俄军在该区域持续遭受损失。哈尔科夫方向，俄军试图凭借兵力优势突破沃夫昌斯克防线，但攻击受挫，损失明显。博罗瓦、斯拉维扬斯克、奥列克桑德里夫卡以及赫尔松等方向，俄军攻击仍在进行，但整体未取得突破性成果。综合当前战况可以看出，俄军在多个方向试图同时施压，却难以形成决定性突破，而乌军则在防御中寻找反击窗口，并在关键节点上逐步积累优势。如果斯瓦托方向的推进最终转化为实质性成果，东线战场的整体态势很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结构性变化，战局正在悄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最近，俄乌战场的局势依然焦灼，前线胜负尚未明朗，但在战场之外，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却明显按下了加速键。而且这一次不只是给钱，而是直接对准乌军最缺的东西下手。先看芬兰，芬兰最近敲定了一笔9000万欧元的军援，但这笔钱有点特殊，它不是芬兰本国的财政拨款，而是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通过欧盟的欧洲和平基金转了一道弯，最终流向乌克兰战场。芬兰国防部长已经说得很直白，这笔钱主要用来买什么？一句话，弹药。155毫米炮弹、迫击炮弹、空对地炸弹，全部都是前线消耗最快、最现实的硬需求。说白了，这不是改变战争形态的高科技神器，而是保证乌军还能继续打下去的续命资源。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弹药由芬兰本土军工企业生产。对芬兰来说，一边援乌，一边拉动本国军工和就业；对欧盟来说，这是一次现实测试，能不能把冻结俄资产真正转化为持续军援，而不是停留在政治口号层面。当然，俄罗斯方面已经强烈抗议，指责这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警告会采取反制措施。但从欧盟的动作来看，这条路一旦走通，后面很可能会被复制。几乎在同一时间，捷克那边也出手了，而且方式更直接。捷克总统帕维尔在基辅与泽伦斯基会面时，当场官宣将向乌克兰提供 L-159轻型战斗机以及配套的雷达系统。这款 L-159并不是什么明星战机，但它有几个非常适合乌克兰当前战场的特点。第一，低空性能好，适合对付无人机。第二，既能训练飞行员，又能执行对地攻击和防空拦截。第三，维护成本低，上手快，不会给乌军增加太多后勤负担。尤其是在俄罗斯大量使用见证者无人机和亚音速巡航导弹的背景下，这种性价比型战机反而很实用。此外，捷克还计划提供被动雷达系统。这种雷达不主动发射信号，只听目标的电磁特征，可以在不暴露自身位置的情况下发现空中威胁，对乌克兰防空体系来说是一次重要补强。从捷克自身情况看，这次援助并不会伤筋动骨。捷克现役有24架 L-159，同时已经订购了24架 F-35，等新机到位后，这些老机型正好可以外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捷克国内并非完全统一。总统帕维尔态度积极，但总理巴比什相对谨慎，未来援助的节奏和规模仍可能受到国内政治博弈影响。把芬兰和捷克的动作放在一起看，其实正好对应了欧盟更大的盘子。就在1月14日，欧盟委员会提交了2026至2027年总额900亿欧元的援乌方案，其中600亿用于军事援助，300亿用于维持乌克兰国家预算运转，形式是零利率贷款。这也意味着欧盟正在从动用冻结俄资产的 A 计划，逐步转向联合举债的 B 计划。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明确拒绝为这笔贷款提供担保。法国坚持优先购买欧洲军工产品。德国和部分北欧国家则认为，速度比产业更重要，只要能快，就应该开放采购美国装备。回到战场本身，芬兰的弹药解决的是能不能继续打，捷克的战机和雷达针对的是怎么应对无人机和空袭。这两种援助方向不同，但都击中了当前俄乌冲突最现实的痛点。真正的不确定性不在给不给，而在能不能快，能不能持续，会不会被内部消耗掉。欧盟已经明显走得更深了，但这条路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